喵！吃了吗？吃饭了吗？吃了吗？吃过了吗？吃饭了吗？你吃了吗？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吃了吗，都会是人们见面的第一句问候。中国人关心饮食，对食物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几千年来，我们上山下海，竭尽心思，用无比的热情和智慧去调和滋味，发现食材，创造美食。让我们的餐桌无比丰富的食材，是从哪里来？口味从哪里来？中国美食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又是从哪里来？如果说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代表性的味道，在四川一定是辣。傍晚时分，成都的大街小巷弥漫着辣椒的气味。在这座城市，光是红油火锅就有超过2万家，每天使用的辣椒数以吨计。71岁的陈伯明，已经很久不在外面吃饭。当今强烈刺激的火辣川菜，让这个做了一辈子川菜的大厨，宁愿待在家里自己做饭。陈伯明13岁学厨，浸淫川菜60年，无论刀工还是调味，都是川菜界响当当的一把好手。如今早已退休的陈伯明，就是想让人们知道，真正的川菜，绝不仅仅是辣。现在也乱套了，现在人没得辣椒不吃饭了，就是辣椒已经拿下全国了。说人家一般外地外人来，人家给成都现在的感觉就是辣，就是个麻，就是辣，而且满城全部一片红。每周一次的聚会，在座的都是川菜界的元老。陈伯明和这些老兄弟们组成了一个川菜老师傅传统技艺研习会，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惑：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为什么竟成了辣椒的天下？到现在的讲，我们也感到很迷茫，反正感觉都是搞不懂了。四川传统名菜甜烧白，白糖蒸熟的糯米饭，白糖炒制的豆沙，包裹在五花肉中间蒸熟，出锅还要再撒上一层白糖。因为四川盛产甘蔗和蜂蜜，传统川菜非但不辣，口味还有些偏甜，但辣的进入却彻底改变了味型丰富的川菜面貌。酸甜苦辣咸5味之中，辣味最年轻，也最热烈激进。几千年中国饮食的5味中并没有辣，而是来自葱姜蒜等食材的辛。辣椒的出现将辛挤出了5味的行列，成为无数人舌尖上的新宠。而400多年前，中国人才第一次与辣椒相遇。是辣微笑一点。昆曲《牡丹亭》这部清雅的戏剧，是中国最早记录辣椒的典籍之一。难以想象的是，关于辣椒的最早描述，不是味道，而是赏玩的花卉，种植在牡丹亭的游园惊梦里。明朝末期，江浙富庶，口味清雅，
辣椒从这里走入中国，却并没有登上人们的餐桌。直到今天，江浙饭菜里辣椒的功用，也多是配色和点缀。距离江浙2000多公里之外的贵州遵义，上千亩的辣椒已经红透。收获的季节里，杨志富一家老小一起出动，赶摘田里的朝天椒。山区土地分散，种植粮食远不如平原地带，但其多变的小气候和富含微量元素的土壤，却是辣椒生长的天堂。与在江浙的境遇不同，辣椒到了贫瘠的贵州山区，当地人最初的想法不是看，而是吃。但辣带给人的却并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严格来说，辣不是味觉，而是一种类似于温度在43度以上的灼痛感。很显然，对于孩子来说，要适应辣椒，还需要时间。但对于300多年前饥饿的贵州来说，辣却是最奇妙的味道。贵州人做饭，先打蘸水，新摘的朝天椒切碎拌入调料，吃的就是那份鲜辣。干辣椒用炭火烤糊捣碎，降低辣味的同时，还有一份糊香。而糟辣椒则要在密封的坛子里面腌制发酵，越陈越香，可以吃上整整1年。这是祖辈流传的下饭菜。历史上，贵州山区少油少盐，饭菜粗劣，难以下咽。但贵州人却惊奇地发现，辣椒可以靠着对口腔味蕾的强烈刺激，将饭菜哄入腹中。从此，贵州人的餐桌上的各种蘸水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员。是不是糙米辣、小米辣？从江浙到贵州，辣椒一路向前，从观赏植物变成了餐桌上的油盐。贵州人对辣椒的感情，是一种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情谊。虽然早已不是艰苦年代，但贵州人仍然对辣椒不离不弃。就像贵州菜和蘸水、胡辣椒蘸菜、糟辣椒拌饭、油辣椒配粉，几乎一切食物都离不开辣椒。就算是山珍海味，都要来上一盘红红的蘸水。在遵义，人人吃辣，家家种辣。太阳升起的时候，刚刚采摘的辣椒，瞬间就铺满了庭院和操场。300多年的时间，辣椒不仅占据了贵州人的餐桌，也撑起了他们的钱包。还椒能卖？还椒一个10粒，540块钱。杨志富一家的辛劳有了收获。如今，中国的辣椒产量已经高居世界第1，遵义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辣椒市场。每年有200多万吨的辣椒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哎，沈大家好啊！你是啷品种啊？石小兵的3部手机每天都响个不停，这是他最忙的季节。在这个中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里，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称谓——辣椒经纪人。马年薪12.5块，起薪要11.5块。
虾子市场的交易大厅是辣椒经纪人聚集的地方。显示屏上辣椒的价格实时滚动，上面每一个微小的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全国的辣椒市场。市场里，一车发往成都的辣椒正在装车。老何父子是这辆卡车的司机，小何装车，老何计数，一路上倒班休息，互相照应。出发前，到镇上吃一碗羊肉粉，是老何父子多年的习惯。当地羊肉切成薄片，米粉可宽可细，直接用羊汤冲泡。最重要的点睛之笔是加入羊油熬制的油辣椒，一碗下肚，四体通泰。临行前，小何还会带上一罐油辣椒，这也是许多远行的遵义人必备的物品，专治各种水土不服。这是一条辣椒的迁徙之路。遵义原属四川，清朝雍正年间才划归贵州。300多年前，辣椒伴随着湖广田川的移民，一路从江浙传播到川黔各地。人口的迁移带来了新的物种与新的饮食习惯，在相逢和碰撞中，完成了味觉的改变。咱们这里还叫吃，你先放吧，是不是让它吃快点？我又换了碗的黑了，有关系。一罐油辣椒，让他们忘记了奔波之苦。10个小时的路程，老何父子将辣椒运到了成都。一路的兜兜转转、寻寻觅觅，辣椒终于找到了它最好的归宿。如果说辣椒和贵州人是一种患难之交，那么四川人和辣椒就是两情相悦。辣椒在四川人手里绽放出无穷的魅力，泡椒酸辣回甜，红油香辣醇和。最值得一提的是麻辣，四川原产花椒，当辣椒进入四川的时候，兼容并蓄的川菜将花椒震颤舌尖的麻味和辣味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麻辣味型。辣椒和花椒，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川菜由此开启了一个麻辣的时代。成都的菜市场里，各种辣椒制品琳琅满目，但陈伯明却忧心忡忡。200-300年的时间，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了传统川菜的丰富。如今就是自己的女儿也迷上了重口味的辣，这让陈伯明更加困惑。买2个这个黄瓜鱼。周末的一天，陈伯明特意多买了几个菜，他要用传统的小炒夺回女儿的胃口。厨房里，陈伯明做的一丝不苟，在他心里，这就是一场经典与流行的比赛。糖醋排骨、青笋碎滑肉、生爆盐煎肉，这些他做了一辈子的老川菜，如今在麻辣盛行的饭店里已经面目全非。你们在哪儿哦？回来吃饭哦。
哎，咋个又去吃火锅呢？哎，我弄的菜你们要吃火锅，跟你们说了，我头跟你们说好了，我少去吃鱼火锅，少去吃鱼火锅。你们哪年来吃了火锅的？每回都是弄起你们就这样子的，你们又不打招呼。哎呀，我跟你说，这，你们去嘛哈。这是一个意料不到的结局。陈伯明精心准备的一桌饭菜，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晚餐。陈伯明觉得，辣椒的辣已经成了一种无比复杂的味道。世代传承的川菜，必须要进行一次变革。城市的另一边，一场火锅的饕餮盛宴正在进行。辣椒的强烈刺激刚好迎合了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如果说300年前四川人吃辣是因为身体的需要，如今则变成了味觉的依赖。在这里，你甚至说不清楚是四川人掌握了辣椒，还是辣味控制了四川。辣麻它是川菜的一个特点，是其他菜系没得的。川菜它把麻跟辣用得很好，所以它这个叫啥子？善用麻辣，自然应该叫。巧用麻辣。创新可不可以创新？创新你还是不能忘本，根不能忘。陈伯明和他的老兄弟们，打算用自己毕生的烹饪绝技，改造麻辣。就像300多年前辣椒传入四川时一样，这也许就是又一次改变的机会。作为老的传统川菜，现在我跟你说，我的思想就是这个：老的要去适应新的，就是所谓的江湖菜，包括我们看不惯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去排斥它，我们面对它，去接受它。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改造它。传统的东西来讲，也要接受大时代的冲击。从江浙文人的观赏植物，到贵州山民的调味必需品，再到席卷中国的麻辣川菜，辣椒这个神奇的物种，不断地转换着身份，被人改变，也改变着人类的味觉。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流动不仅带来新的味道，还会产生新的物种。我们每年都会先把样取回来，把它做一个我们叫梯度稀释，涂在这个培养基上，让它长起来，看谁的产酸能力强，然后再去观察它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最后形成我们保藏的一个菌株。在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者们正在进行一项精密的测试。他们研究的不是什么高精尖项目，而是普普通通的大白菜。林老师和同事们正在将这种堪称中国国菜的家常食材，用科技的方式演变成东北人餐桌上的半壁江山——酸菜。大白菜今生的地位，来源于它遥远的前世。在中国人食谱中，任何一种食材的更新迭代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菜市场就是一个物竞天择的隐形战场。这是一种今天中国人的餐桌上很少见到的葵菜，在元代之前的1000多年中，它凭着类似油脂的滑腻口感，始终占据着中国人食谱上的头把交椅，直到另一种蔬菜的翻身上位。扬州老马家的菜地里，大菜到了收获的季节，
在历史上，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松菜。这是中国古代对十字花科植物的泛称。宋元时期，松菜取代葵菜，成为了当时中国人最主要的蔬菜。在今天，大菜仍然是扬州家家户户必备的粤东菜。老马一车200多斤的大菜，在巷子里转上一圈，就被一抢而空。哎，大菜了！很好呢，你不懂不好呢。这个，好。啊，警察局，老公来的话。大菜叶大茎肥，有一种天然的甜味儿，最适合拿来做汤。南宋陆游就曾亲自记录了一道汤羹的做法：以松菜、山药、玉来服杂为之，不施稀酱，山刨真烹也。在扬州仍然流传着这种大菜烧芋头的做法，软糯的芋头配上大菜的鲜甜，清淡适口，虽是家常小菜，却能经久不衰。历史上的蔬菜对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佐餐和美味这么简单。松菜产量大，耐储藏，只需经过食盐的简单处理，就能变成冬天的咸菜和开春的梅干菜。灾荒时期，松菜就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在宋朝人的餐桌上，它也正是凭借着这些特性，取代了葵菜的霸主地位。但松菜的进化之路还远未结束。任何一种食材的演变都与人相关。扬州京杭大运河，这里是历史上沟通南北最重要的通道。松菜就在这条通道上，开始了它奇幻般的变身之旅。肥美硕大的松菜，被宋人沿河北上，一路带到北方。但由于水土气候的差异，松菜在北方根本无法繁殖。而此时，北方餐桌上的主宰是吴京。2个同属十字花科的蔬菜，倔强地固守着各自的领土。不知是意外还是人为，混种在北方的松菜和吴京，竟然杂交演化出了一个新的品种——白菜，而且奇迹般地适应了南北的水土气候。这种包容的特性，让它在明清时期成为南北皆宜的国菜。在这场横跨1000年的蔬菜之争中，白菜的最终胜利来自于人的需要和选择。山东胶州，老赵正在检验菜地里白菜的包心程度。沙质土壤加上胶合的甜水，共同孕育出了这种口感鲜甜的胶州白菜，让它从清朝时期就名扬天下。虽然还不到收获的季节，但白菜在任何生长阶段都可食用。大白菜菜路宽，不蓝味儿，拌炝腌炒皆宜，既可单独成菜，又可与众多原料搭配。大白菜敦厚宽容，不争不抢，却在众多蔬菜的竞争中稳稳占据头把交椅。在胶州，有一种白菜包白菜的做法，菜帮和老叶剁馅调味，嫩叶部分上锅蒸软做皮，用白菜叶包裹白菜馅儿，挂糊油煎，直至两面焦黄。这是当地另一种形态的饺子，
依靠着这种特殊的饺子，胶州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饥荒年。但当白菜都无法养活他们的时候，胶州人就只能自己闯出一条活路。10月的东北，白菜到了收获的季节。这里种植的是100多年前山东人闯关东时带来的白菜品种。他们陪着世代闯关东的移民，闯过了一道道生死关，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生存下来。今天能砍吗？能砍，今儿现在有砍的。行，这片地能多少？这块有1晌多地。哎，对，就要这种品种，包的还挺实。黑龙江大学的林老师专程赶来，为的就是这块山东白菜。山东白菜黄心大叶，饱满紧实，是制作东北酸菜最好的品种。东北天气苦寒，冬季漫长，缺少新鲜蔬菜。腌酸菜就是世代东北人最主要的越冬菜。同志们，现在这个菌呢，大家都看到了，是我们实验室保存的做酸菜的这个原始的菌株。这个菌非常来之不易，我们曾经的师兄师姐分离了半年的时间才分离到，当时分得都快哭了。我们大家有的同学坐在酸菜这个组里腌酸菜还不适应，觉得说能换一个做点高大上的，什么高大上，是不是？告诉大家，咱们做的工作是有科技含量的，是科技的酸菜。这是林老师每年都要给学生们必上的一课，把腌酸菜当成研究课题，很多学生都会不理解。但这件事情，林老师已经干了13年。把这个打开。当时是应该是老师领着我们，去各个家采样，看到一家酸菜缸，闻闻味儿挺好，取一点样，我们回去做一研究。很多人也不理解，说你们一个生物系怎么开始搞腌酸菜这种事儿？这种事儿家里大娘都能做，也用不着你们。我说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就是想把这个科学医界的事儿引入到一个传统的腌制过程里面去。这白菜行，就是贵点，再过2天买吧，能便宜点。慢点啊，慢点。哈尔滨阿城，林老师的母亲正在用她的土办法腌酸菜，这也是林老师当初决心制作科技酸菜的原因。东北人呢，就是从小吃着酸菜长大的，所以对这个很有亲切感。我年年都得腌，孩子不让腌，说这个你腌这酸菜臭。我从小就吃这味道长大的，我跟你那不一样，我还得腌点。你们不吃我吃。儿子回来了。哎，就你自己在家啊？我爸呢？你爸上公园了，冷不冷？不冷，你咋没去呢？我这不下白菜呢吗？买点白菜，就早早鸡上的。又腌酸菜干啥？腌好几百吨，你还自己腌？自己腌这些年了，感觉自己腌这菜好吃。你那个菜我觉吃不出味儿似的。行，那你少腌点，少腌几颗。没腌多，我就腌这几十斤。石头也得刷干净点，底上全是菌。一整菌菌的，哪那些个菌呢？人身体都有菌，但是吧，你得分什么菌。别吵吵了，行了，你哪天咱这吃，你的也拿来，我的也吃，看你那好吃还是我这好吃，行不行？肯定你这好吃，肯定你这好吃。这是每年都会上演的一次争执，科学说服不了母亲。对于林妈妈这一代东北人来说，腌酸菜早已变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保存食物的方法，已经在时光里固化成一种地域的习俗。东北腌酸菜做起来简单粗犷，一层白菜一层盐，层层码满，自然发酵。剩下的工作就全部交给时间了。
小时候吃酸菜是非常多的，我其实记忆中是挺反感。为什么反感呢？就是家里的酸菜太酸了。从我们角度来看，每一个酸菜缸它发酵都有一些独自的特定菌群在里面，那它代谢产物就不一样，所以说造成每一家的不一样。所以就有了一个想法，那它的风味一定是统一的。酸菜是每一个东北人的记忆。腌制恰到好处的酸菜，酸味绵柔、松软清脆。地道的东北人用鼻子一闻，就能完成对一缸酸菜的品鉴，甚至联想到白肉、血肠、粉条与之搭配而呈现出的活色生香。林老师想用自己的生物科学的办法，把记忆中最好吃的酸菜滋味固定下来，让无数像母亲一样的东北人吃上健康卫生的酸菜。零下74度的冰箱里，冷冻着林老师精心培育的乳酸菌，只需一滴就能激活复制出整个冬天所需的用量。与家常酸菜缸里的乳酸菌不同，它所分解产生的 L 型乳酸可以被人体吸收，不但保证健康，还能保证口味的纯正，但同时也对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工厂里，2万斤白菜正在清洗下罐，所有的工序都要求无菌操作。大白菜在东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密封的大罐里，白菜正在进行着奇妙的转化。乳酸菌吸取白菜汁液中的糖分，迅速生长繁殖，同时代谢出乳酸。大量的乳酸分子进入白菜内部纤维，将白菜变酸的同时，也分解转化出氨基酸等一系列的风味物质。30天后，新鲜白菜就转化成了家家离不了的酸菜了。酸菜出炉的时候，林老师必须亲自到场。除了各种科学数值的监测，10几年腌酸菜的经验，让林老师锻炼出了极其敏锐的口感。有了精心培育的乳酸菌，加上时间和温度的严密控制，林老师用科学把东北的味道牢牢锁定。酸菜一出炉，林老师就想把它拿给母亲品尝。用科学发酵的酸菜替代传统酸菜的操作方式，是他10几年研究酸菜最大的心愿，而母亲就是他的第一个检验者。经过1个月的等待，林妈妈的酸菜也已经新鲜出炉。做饭呢？啊，我在做菜。酸菜行吗？你那个？我酸菜咋不行呢？看看，还是有菌，它是腐败菌长起来了。这个还是少吃。你以后吃我拿那个吧。那就尝尝吧，比比吧。也别说你的好吃，也别说我的好吃。不是，完了看看。你还是以后都是你做的好吃，但是我那干净卫生一点。不是，还是让我那来。咱俩人都吃。你先你那炖酸菜粉，行，我是蘸酱，怎么样？对，用我那个做行好。一道酸菜粉条，一道酸菜蘸大酱，母子之间的酸菜对决没有胜负，就像这个传统与现代共存的时代。时代在变，口味在变，但不变的是东北人对酸菜的热爱。酸菜粉、酸菜饺子、酸菜面、五花肉、白肉烤的酸菜五花肉特别好吃。基本家家都腌。我们这些
实验就非常有意义啊。就是它就像是那种增添色彩。对，就没有人知道的晚上，超级英雄拯救了世界，没有人知道这些工作，但是我们这些科研结果已经进入到大家的生活里了。好，准备好，来吧，咱今天得是包点饺子。每一代东北人都有自己对酸菜的理解，会有分歧，会有改变，但同样也会有发展。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酸菜完成了它最后的发酵，那是时间和亲情酝酿出的另一种感受。从1000多年前的松菜，到东北的酸菜，白菜走过了它的前世今生。而始终与白菜同行的是行走在路上的中国人。中国人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能咀嚼出复杂深远的历史况味。谁东北？开馍吧，吃了吗？得加呗。吃的饭吗？吃了吗你？能来吃过了呗？吃饭没啊？加爸呗。加爸呗。吃了吗？这句问候之所以风行各地，正是由于延续数千年的移民迁徙，来自于祖祖辈辈对于饥饿的深刻记忆。在战乱饥荒的路上，吃了吗？已经不单纯是问候，更是一种相互扶持的关怀。为了生存而流动，在辗转中创造出新的美味，活下去，并且要活得更好。这或许就是中国饮食丰盛多彩的原始动力。山西洪洞，这里是历史上无数次迁徙的起点。明朝初年，上百万人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被迁往各地，直到今天，仍然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寻根祭祖。洪洞县冯章村，张学敏家正在准备迎接来自千里之外、失散600年的亲人。来了，在家吗？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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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团聚的第一件事是摆上家谱，祭拜他们共同的祖先。10年前，江苏丰县的张氏家族拿着家谱来洪洞寻根。根据家谱上的信息，在冯章村认祖归宗。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们总是要回来。每一次，张学敏总是要用山西火锅招待远方的亲人。这是一种久远的传统。在没有火锅之前，他们用的更多的是砂锅瓦盆。粉条、豆腐、排骨、白肉，层层堆叠的容器里，食材在相聚，人也在相聚。中国人重团圆，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分离。在更为久远的西晋末年，为躲避战乱，人们从山西和中原各地一路向南，经江西到福建、广东，再到更遥远的海外。他们在异乡停留聚居，从此被称为客家人。对于祖地的思念，只能在食物上想象和揣摩。广东梅州，香姨今天特意起了个大早，一场家族聚会正等着她来操持。100多年前，祖辈在梅州建起了这栋围龙屋，围住了一家6代人。30年前，族人越搬越少，围龙屋也变得萧条。
热闹的场景也只能在家族的聚会上才能重现。30年前，身为长房长媳的香姨，在围龙屋开了一家小饭馆，靠着一把炒勺，让这座老屋重新兴盛起来。她也从当年的阿香变成了香姨。只要是家族聚会，客家人传统的盆菜，她总是要亲自动手。盆菜是一种混合了10几种食材的客家大菜，先在盆底铺满煨熟的萝卜，然后将依次炒好的香菇、芋头、豆腐、鱿鱼等食材层层码好，最上层是客家的梅菜扣肉和盐焗鸡，每一样都有吉祥的寓意，各有其味，又互相衬托。对香姨来说，盆菜的特别就在于团圆的意味。我是74年嫁到这里的，那个时候真很辛苦的，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家里面大家亲戚朋友啊，有什么就拿什么。你是拿芋头，他是拿番薯，总之全部拿到一起做，大家一起吃，一个团圆嘛，这我就很感动的。过去现在生活好啦，就不要忘记以前的苦啦。反正有什么气氛啊，过年啊、过节啊、扫墓啊，我就叫他们一起做了，沟通沟通嘛，亲情才最重要。众口难调，但盆菜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盆菜的丰盛里，人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美味。古老的围龙屋里，热气腾腾的盆菜让分散各地的族人们聚拢在一起。今天在广东、香港或者更遥远的海外，分享盆菜已经是客家人团聚时最为隆重的仪式。这是客家人的执念，一种早已刻在他们基因里对团圆的执念。无论我们走了多久，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饮食习惯的潜移默化，从生活融入了生命，总会在不经意的地方留下痕迹。山西火锅和客家盆菜在制作方法和呈现上就有着这种奇妙的呼应。舌尖连着血脉，再遥远的距离都可以用一念相连。这是一个熟悉的场景，看到它，很多人都会以为是东北，但这儿却是台湾。距离哈尔滨数千公里之外的台中市，聂宾武仍然按传统的方式寻找记忆中的家乡味。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爸妈都东北人。到冬天呢，就会积一点的酸菜来吃。后来等他长大了，父母都走了，到冬天也想起来了，要吃酸菜了，所以才想到那自己做吧。我们的店是老少都来吃的，见过好多老人，到走前都要吃我的酸菜。他儿孙都说，就是他们的记忆，他的爸爸妈妈临走就念念不忘你的酸白菜。无论迁徙的多远，食物和味道总是和家乡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食物给予人的慰藉能够超越时空，在中国各地，到处都有这样丰富而隆重的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全家福。虽然搭配组合各有不同，但是对团圆的期待和祝愿，总是一眼就可以读懂。
在福建宁化客家祖地，每年的这个时候，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都要回乡祭祖。无数次的动荡迁移，这是他们不变的情怀。而在梅州，相宜的围龙屋正在改造，他决定要拆掉围墙，顺应潮流，开门迎客。无数次的碰撞与融合，创造出中国饮食文化的生生不息。今天，在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中，在生命的旅途上，他乡成为了故乡。回望或者眺望，我们都将再一次出发，而人与食物的故事仍在继续。